结束了！38岁中国农民大哥自创铁砂拳，重拳打爆泰国悍将太阳穴，瞬间跪地不起，弃赛投降。我们红方选手于大哥，38岁，看起来跟21岁一样。38岁体力要保成这样子，体型不得了的事情，好吗？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38岁农民大哥大战泰国悍将的精彩对局。没有错，本场比赛我们中方的参赛选手那是一个38岁的老大哥了。很多人说38岁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才38不还是很年轻吗？观众朋友们啊，38岁在国际擂台上打拳的人啊，已经寥寥无几了啊，更别说是一个业余拳击手，还是个农民大哥。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红方选手白色拳套啊，于之光，来自于中国昆明的啊一个农民大哥。好，再来看一下蓝方选手黑色拳套，便是泰国的拳坛悍将啊，6连胜的维瑞萨克。于之光，于大哥在国内的昆明百姓拳王大赛当中啊是获得冠军的，也参加过非常多比较小的拳击赛事。并不是说于大哥呀不想打这个大型比赛，只不过很多选手呢不敢和他打因为他是一个名气很小但实力非常强劲的选手。于大哥自创了铁砂拳，我们听说过铁砂掌，但是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听说过铁砂拳他的拳头非常硬啊，据说老茧就有将近1公分的厚度。好，这里非要少说对方的萨克也不简单了，6连胜。这场比赛举办地点在泰国曼谷。好漂亮，拳头打得很有质量而且很干净。我们看大哥的摇闪也不错。这一次来泰国曼谷实际上于大哥的老婆是非常不同意的因为他本身就不同意他打拳毕竟打拳击赛是一个非常高危的职业。也出现过不少的擂台事故了每一年呢都会这个出一些个事故死一些人。好漂亮，前手平勾。我觉得这个泰国小将这个萨克呀这个有些被打懵了。好漂亮，后手平勾。于大哥的拳看着真的是非常带劲儿。没有什么假动作，就是直接打过去如果你敢防，那你就试一试。于大哥的拳不好防即便你防住了也会疼因为他是铁砂拳。好，最后半分钟的时间。好漂亮，连续追击。我们看于大哥的话，全程是一个追击的一个态势，而且大哥的防守也不错。好，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把这个泰国小将6连胜的萨克，打的感觉魂儿都快飞了。赛前这个萨克表示说呢，这个对手太老了没意思，我不想和他打。打赢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么老了38岁。因为这个萨克他才19岁，观众朋友们，那这个差了多少岁差了将近20岁当对方的爸爸就绰绰有余了。据说于大哥平日里这个干农活或者说干活的时候这个钉子拳头直接上去拿拳头的手背去钉包括你像这个砖头，他每天至少劈上1000块，哇哦！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了，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我觉得于大哥呢想要 KO 对手，这个机会可太大了，因为对方完全就是一直在跑，不敢打，而且对方的防守也很松，双手相对来讲放的不高，这也为我们的 KO 呢留了很多的机会。
虽然说于大哥呢是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但是我们看于大哥今天的表现啊，他的报价、摇闪、出拳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比一些这个职业拳击手打的还要好啊。好的，步步紧逼啊，对方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哦，像一头野兽一样啊！好，前摆这个大摆拳很重，再来，哎呦，这个应该是要 KO 了。我看对方已经是好，裁判给次读秒机会啊，给他一次机会，看他还能不能打。还能打，还能打，双手举高啊，还要继续。看来他还是很不想自己的六连胜局被终结。更何况还打一个38岁的一个男人了啊，所以说输掉比赛的确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很正常，因为张之磊啊都40岁了。好，大摆拳，哎呦，这下应该是不行了，长跪不起啊，这应该是要弃赛投降了。好，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没有想到会打得这么快啊！铁砂拳果然是名不虚传。好，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于大哥是一个前手摆拳，这一拳打得非常的重。第二次 KO 的话是击斧前摆后摆，哦呦，全是摆拳，太漂亮了啊！让我们恭喜这位来自于中国昆明的一位农民大哥于之光大哥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比赛。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框架能力非常强，还有对头部的防守，包括整个节奏也是发展的啊。KO 了，欢迎刚落有一个正击，太漂亮了！巴西猛将 KO 率高达100%，还自称铜头铁臂，结果惨被蒙国东乱拳暴打，开局一拳差点将老外 KO。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场中国与巴西的比赛正式开始。红色短裤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蒙国东，另外的那个就是来自巴西的维克托。那么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激动人心，两位都是 KO 率非常高的选手，可以说是中国 KO 王和巴西 KO 王的经典对决。那么这场比赛之前，维克托也是非常的不屑，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能被称为 KO 王的只能是他，还大声呵斥蒙国东：“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和我比？等上了擂台，我要把你的骨头一块一块的打碎。”蒙国东当时一句话都没说，但他对此的回应就是这一拳。我的天哪，刚开局就打得这么精彩，看来看你这个巴西选手赛前一副嚣张的样子，现在还能嚣张得起来吗？当也是 KO 高手啊，但是呢，抵不过蒙国东的重拳。刚才双方互换了好几个重拳。
然后对手的协调性就没，还有爆发力就没有他好。是，稍微要僵硬一些。对，其实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打出感觉了之后呢，怎么打怎么有，是就很自如。对，况且还有轻重缓急。对，我们蒙国东这里打拳就开始有了轻重缓急，本人看起来并不着急进攻，而且这个力度和攻击频率都放缓了，看似是给了对手机。不过即使这样，这个维克托也不可能放过，只要蒙国东这边稍微放缓节奏，那么维克托这里的进攻就会加强，这也是作为对手之间的默契。是，不能给他这种就是说这种节奏，因为这种节奏的话，怕是被突然对手抓住机会，对手气势就上来了，况且不能缓，况且对手呢是有一定能力的。是，那么我们蒙国东这第一回合打得有些猛了，实际上对于体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第二回合放缓节奏也是给自己一个缓冲。不过这个放缓的时间一定要掌握好时间，不能太长，不然就会给了对手机会。所以只能是非常短暂的一个调整，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握这个力度，就是一件很考验选手心态上的事情了。蒙国东点打得很准，但是呢，他力量有点下滑，力量下来了。蒙国东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拳打得很准，对，很准。然后接下来用什么方法去打到对方？再重新去组织，去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擂台上的一个天赋，是一个经验，加强进攻了，加强他的力量啊。有时候是看你有没有早熟，因为这个选手都很年轻啊，有时候20几岁，头脑还没有那么的清楚。对。啊，等到头脑清楚的时候，身体打不动，体能又不行了啊。那这第二回合呀，看起来没有第一回合激烈，但是这个维克托可以说是步步紧逼，有好几次蒙国东都差一点身陷危机。但是对于这个节奏把控，还有心态上的调整，蒙国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虽说在这个整体来讲，技术上可能还达不到对手那样，但是胜在这个身强体壮，然后反应速度快，所以是及时的躲过了各种危局。好的，第二回合结束，双方决手中场休息。专业里边他的思维比较成熟，老练。像我在年轻时候，我打拳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懂的。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教练教什么就只能练，但是没办法对那些。就是说你参加了另外一个工作，然后就是在社会上的经验越来越多了，才突然开窍，原来是那时候是这么一回事儿，就很可惜了，很可惜了。有些运动员他是在擂台上开窍的。杨卓也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三回合开始。这个时候，我们蒙国东经过了第二回合的调整，对手在面对蒙国东的时候就有些捉襟见肘，而且呀，这第一回合蒙国东就展现出了自己的超强的打击能力，所以在面对这个维克托的时候，经过第二回合的调整也是非常的自信，发起了猛攻。而且这个时候，对手赛前那副嚣张的姿态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反而像个人肉沙袋一样被孟国东乱拳击打，想要还手，但也实力不够。我要是这个维克托，那我一定非常难受了。有机会 KO 对方就不要留情了，不要留情。不过这个维克托也是毅力也非常强，是，加上意志力很好，坚持到第3局挨了这么多重击。其实，在心理素质上啊，打过缠麻的会觉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么痛，比较不会怕。对，他是加上他的身体的这种抗击打，加上意志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强，是撑得下，综合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哎呦，不错呀，这个维克托也开始发力了。果然，如果就这么简单的击败对手，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里维克托应该是保有着和我们蒙国东一样的想法，比赛到了现在，那就是要做最后一波，绝对不能在擂台上留下遗憾。也正是这样，他的进攻太犀利了起来，不知道蒙国东能不能在这个时刻下坚持住。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就说那个红方累了，其实常常双方教练都说对方累了，都会这样讲。对，要给自己的运动员，给己方的运动员加油打气。对，都是说啊，对方累了，然后加油。
万如意。这种战术秦万没有任何的招法，我摆拳打不了，我直拳是从上往下打，有目标一个下滑就没了，我又不会腿法。好，第二回合结束，秦万也很难受，也很难受，这比赛确实打得很别扭的，杨别扭啊。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的比赛进入到第3个回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周志鹏呢，这个游走战术采取了2个回合了。哦，注意看，第3个回合反而是更快了啊！这个战术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仔细看的话，崔洪万的腿呢，哦，这也是有一点点红了。这个崔洪万也很难受啊，你看抓不着，主要是打不着。啊，你看对方已经很无奈了啊，他在笑。如果对方不服的情况下，我觉得啊，可以让张志磊和对方打一场。我觉得张志磊和对方打呢，这个3-7开差不多啊。张志磊啊，每3秒钟按对方人中7次，这个打他，我觉得是没问题。只不过打他呢，这个对张志磊来讲啊，有些自降身份啊，有些掉价。毕竟我们磊哥现在是世界拳王，但如果需要的话啊，磊哥也会站出来。崔洪万只能摇摇头，这真的没办法。我这个重心再低点，再低你还能低到多少？呀！崔洪万自己都笑了，漂亮！哇，这玩的偷袭啊，真出其不意啊！好，第3回合还有一半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周志鹏呢是越打越灵活呀。哦，还是要小心。好，注意看对方的这个右腿，这个右腿已经是，哦呦，像一个大茄子一样肿了。这场比赛很可惜，只有3个回合啊！如果，要小心，这个千万要小心呐！这场比赛如果再打个5回合的话，我觉得周志鹏啊还真是会 KO 对手。啊，你看这个累积性的腿法伤害啊，对方到后面肯定是站不起来了。这的一个拳套，你看他的拳套比这个周志鹏的拳套里大多少？对啊。
粘在一起了。看就这么轻轻一推，肯定就倒。这中国有一句老话，身大力不亏啊，但是绝对力量确实很出色。今天这个周志鹏就利用他这个躲闪移动，化解了这个崔洪万这个全场的进攻。你看，你就没法打着他，就打不着。又打空，漂亮，终于能够着头了，终于够着头一拳，够着头了。他这头也顶周志鹏2个头大。还有最后的10几秒，13秒，已经倒计时最后的10秒钟。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看出来了，已经看出来了。比赛结束，我们等待。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这场中韩对局以小博大。我们的中方选手解放军拳王周志鹏本场比赛的表现太牛了啊！采取了一个游走型的战术，一个游走的打法，把这个崔洪万是耍得团团转啊，非常的精彩。好，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周志鹏眼术判定获胜了啊，非常的不容易。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